你不是累了，是你的灵魂在报警。这种状态在古老的智慧里叫做精神未归位。你的精神，那个本真的、清澈的、充满力量的你，还在外面流浪。它被困在别人的眼光里，迷失在无休止的比较中，消耗在对未来的焦虑和对过去的懊悔里。所以你会觉得累，一种怎么休息都补不回来的累。这不是你的错，而是这个时代给每个敏感灵魂出的难题。明明什么都没做，却感觉心力交瘁；明明身边都是人，却感到无比孤独；明明拥有很多，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这恰恰说明你的灵魂正在试图唤醒你，他不想再扮演那个被定义的角色了，他渴望回归自己的位置，成为你生命的主人，而不是一个被外界牵着鼻子走的傀儡。王阳明500年前就告诉我们，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你心中早就有一套精准的导航系统，只是你习惯了向外看，习惯了依赖 GPS， 却忘了自己就是那颗北极星。真正的觉醒不是要你逃离这个世界，恰恰相反，是要你在最喧嚣的红尘里稳住自己的心神，找回那份内在的笃定。当你开始向内看，你会发现那些让你痛苦的关系、停滞的事业、莫名的身体不适，或许都不是偶然，它们更像是一封封来自你灵魂深处的信件，提醒你该回家了。精神归位就是从向外寻求认同与答案，转向内挖掘那份本自具足的力量，从渴望被爱变为有能力去爱，从害怕失去变为享受拥有。别再把这种疲惫当作常态，它是一个信号，一个邀请你从这场名为讨好世界的漫长梦境中醒来。因为真正的活着不是完成任务清单，而是活出那个独一无二、光芒万丈的自己。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听见并回应你灵魂的呼唤。很多人一听到觉醒2个字，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深山古寺、打坐冥想、与世隔绝的画面，但我要告诉你，那不是真正的觉醒，至少不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觉醒。真正的觉醒恰恰是在你挤地铁的时候，在你回老板消息的时候，在你面对账单和争吵时，依然能稳住自己的那份清明。它不是逃离红尘，而是在红尘中扎根；不是逃避责任，而是在承担责任的同时不丢失自己。王阳明当年在评判的战场上悟道，他的心计里致良知，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空谈，而是在最复杂、最动荡的现实中淬炼出来的智慧。今天，王阳明的心学正经历一场全球性的复兴。哈佛、牛津的哲学系重新研究他，硅谷的创业者把他奉为精神导师，就连心理学界也开始用内在参照系这样的现代术语来解释他所说的定盘针。但也有人质疑，在一个算法支配、绩效至上的世界里，谈笑内求是不是一种奢侈，甚至是一种逃避？这恰恰说明我们误解了向内求的本质。它不是让你躺平，而是让你在行动中保持觉知；不是让你放弃目标，而是让你清楚地知道这个目标是否真的属于你。一个精神归位的人，不会因为别人的成功而焦虑，也不会因为一时的失败而崩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价值不由外界定义，他的方向源于内心的确认。这种状态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在稳定系统。它像一座灯塔，无论外面风浪多大，光始终在那里。你的情绪可能会波动，但不会被情绪劫持；你会在意他人的看法，但不会被其左右。你开始明白，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的时候有说不的底气。所以别再把觉醒当成一件遥远而神秘的事，它就发生在你每一次选择忠于自己而非迎合他人的时候。
发生在你拒绝用忙碌麻痹自己，愿意安静下来倾听内心的时候。那个如明镜般的真我从未离开，只是你太久没有擦拭它了。当你在喧嚣中稳住了自己，你会发现世界并没有变，但你看世界的方式彻底变了。你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反应者，而是一个清醒的创造者，而这正是精神归位最坚实的一步。你不需要等待某个顿悟的瞬间，也不必远赴千里去寻找答案。精神归位其实就藏在你每天可以践行的5个行动里，它们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被现代科学反复验证，能立刻帮你停止内耗，重建内在秩序的有效方法。第一，练习宽恕，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释放自己。宽恕并非认同对方的行为，而是一种主动选择，选择不再让过去的伤害继续消耗你当下的能量。每一次你放下怨恨，都是在为自己的神经系统减负，让心灵重获自由。第二，投身于一份能点燃你热情的事业，这不是让你立刻辞职创业，而是问问自己，我此刻所做的事情是否与我的核心价值相连？哪怕只是在现有工作中找到一个能让你投入心流的小切口，也能激活你内在的生命力，让你从为生存而做转向为使命而活。第三，主动选择你的圈子。神经科学证实了情绪会传染这一古老智慧。我们的大脑拥有镜像神经元系统，会无意识地模仿周围人的情绪状态和行为模式。如果你身边的人都在抱怨、焦虑、内卷，你的大脑也会被拉入同样的频率。反之，与那些积极、清醒、有成长型思维的人同行，他们的稳定与光芒会自然地照亮你。这不是势利，而是对自己精神环境的负责。第四，像照顾最珍贵的客人一样，赡养你的身心。你的身体是你灵魂的圣殿。规律的睡眠、健康的饮食、适度的运动，这些看似基础的事情，实则是稳固精神地基的砖石。倾听身体的信号，就是倾听灵魂的声音。第五，把每一件发生的事都当作一次借势修心的机会，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不要只停留在事件表面，停下来问自己，这件事想教会我什么？它在提醒我哪个部分需要成长？这种反思不是自我批判，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觉察。通过这种方式，生活本身就成了你最好的老师。每一次经历都转化为滋养你精神的养分。当你开始实践这5件事，你会发现那个曾经漂泊不定的自己正一步步稳稳地回到中心。你不再轻易被外界的风吹草动所撼动，因为你已经找到了内心的锚点，而这正是通往真正自由与力量的大门。我们正处在一个集体意识转型的临界点。过去几十年，整个社会都在向外狂奔，追求更多、更快、更强。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停下脚步，问出那个最根本的问题：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吗？这不是消极，而是一种深刻的觉醒。你不是在逃避世界，你是在重新定义与世界的关系。当你不再用别人的尺子丈量自己的人生，当你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当你能从给予而非索取中获得满足，你就在为这个时代注入一种全新的可能。你活出的样子，就是对成功最有力的重新诠释。你的存在本身，就在告诉那些同样迷茫的人，原来还可以这样活。别小看这份力量，每一个先行者都是灯塔。你的清醒会照亮身边人的路，你的笃定会稳住一个家庭的气场，你的爱与创造力会像涟漪一样扩散出去，影响你无法想象的远方。这不是夸张，而是能量的真实流动。
正如那颗久被尘劳关锁的明珠，一旦光生，便能照破山河万朵。所以，请不要再怀疑自己是否足够好，是否走得够快。真正的觉醒之路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属于你的节奏。你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的英雄，你只需要忠于内心的声音，把每一天都活成对生命的深情回应。愿你脚下有风，那是你行动的力量，轻盈而坚定。愿你心中有爱，那是你存在的本质，温暖而辽阔。你不必拥有整个世界，因为你本身就是宇宙的精华。此刻，就在此刻，你已经完整，你已然归位。去活吧，以你本来的样子，活出这个时代的答案。订阅我的频道，一步见山，见自己。